华尔街是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一条大街道的名字，全长仅1/3英里，宽仅11米，是英文强街的音译。街道狭窄而短，从百老汇到东河仅有7个阶段。华尔街一词现已超越这条街道本身，成为附近区域的代称，亦可指对整个美国经济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华尔街的早期的迅速发展与荷兰人的商业精神有相当大的关系。早在17世纪初，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和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跻身于欧洲一流国家行列。1622年，荷兰获得哈德逊河口的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17世纪50年代，建成上不足30年的西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已经非常繁荣，普遍将西阿姆斯特丹市政委员会成立的1653年当作华尔街童年期的开始。17世纪40年代，殖民地内的小块土地由基本的尖木桩和围篱分隔，而后为有效控管来自非洲的奴隶和防备英国殖民者的入侵，荷属西印度公司的代表彼得·斯特伊弗桑特领导来自荷兰的移民团建造更坚固的栅栏。1653年，这片栅栏被强化成一座约3.65米高的泥土木板墙，但是这座城墙并没有保住荷兰人的地盘。1664年，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英国并没有选择从陆地上进攻荷兰人坚固的堡垒，而是派出海军将西阿姆斯特丹团团围困。居住在城内的商人们一下子丢掉了财路，而且财产也处于英国海军的炮口之下，于是他们请求投降。1664年，西阿姆斯特丹被英国人攻陷，为了献给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2世的弟弟兼继承人约克公爵，西阿姆斯特被命名为新约克郡。此后，为了防御印第安部落，新英格兰殖民者扩张了荷兰人遗留下来的土木板墙。1685年，勘测员沿着原始栅栏划定出一条道路，即今日的华尔街。这堵墙在1699年被拆除，但名字被保留下来。华尔街最初在美国闻名，并不是因为金融，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位于华尔街和宽街交界处的纽约市政大厅的第2层宣誓就任美国第1任总统。在被征用为临时的国会大厦后，纽约市政大厅被命名为联邦大厅。在当时，联邦大厅并不是华尔街上唯一的建筑。从大厅向西一个街区，第2座3一教堂即将竣工，在华尔街的西端，很多大楼也在这个时候耸立起来。被提名为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官邸就在华尔街和威廉大街的交界处。在美国开国元勋当中，汉密尔顿是唯一一个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平民之家。他9岁时就开始为一个纽约商人打工。当这个纽约商人因为健康原因返回纽约后，年仅13岁的汉密尔顿开始管理纽约商人在当地的商战。2年后，那个纽约商人支付了汉密尔顿前往纽约的路费。汉密尔顿到达纽约后，在国王学院学习法律。在独立战争期间，他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幕僚。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后，他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负责解决新联邦政府混乱的财政问题。当时，美国只能从法国和荷兰借到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美国迫于无奈，只能签发借据强制性征用所需物资，并发行不能与金银兑换的法定货币。大陆法币的流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短短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的面值降为只有原有面值的2.5%。此时，投机商们还在对大陆法币进行投机活动。当汉密尔顿要重铸美国金融架构时，如何监管这些投机活动便成为了当时美国重大的政治问题之一。汉密尔顿试图做3件事：第一，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改变联邦政府没有征税权，只能被迫向各个州要钱的被动局面；第二，用美国政府的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第三，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来负责管理金融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在独立战争期间，纽约遭到英国的占领，华尔街的商业活动也因此停滞。
不过，华尔街商人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炒作美国国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华尔街商人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群体。这种唯利是图的炒作方式让很多清教徒十分不满，其中就有杰斐逊。杰斐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盈利。杰斐逊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美国的信用会被华尔街的疯狂所操弄。而最让他警惕的是，他发现了汉密尔顿的计划提出，各州将不必自己偿还债务，而由联邦政府统一承担。他觉得汉密尔顿的计划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杰斐逊看得很清楚，如果美国建立中央银行，那么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家们就会借此控制美国的命脉。而支持华尔街金融家利益的则是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主张将首都设在纽约。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在长期的争论之后达成了妥协，设立中央银行，发行新债券来偿还旧债券，但是中央银行不设在纽约，而是设在费城。因此，在美国建国初期，名义上的金融中心在费城。然而，费城商人在金融实力上显然不如华尔街的商人。虽然最早的中央银行和证券交易中心都设立在费城，但是操作整个金融市场的商人们都在华尔街。没过多久，华尔街的商人们就开办了自己的银行。纽约的金融实力很快就超越了美国的其他城市。不过，这些早期的金融商人们并没有组成严密的组织来集体活动，作为整体的华尔街金融势力还并不存在。这一局面很快就因为美国最早的金融泡沫事件而改变。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威廉·杜尔。威廉·杜尔出生在英国，后来他随父母到美国定居。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他借助与汉密尔顿的亲戚关系，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助理。然而，他本人最大的兴趣还是从事金融投资，所以他很快就辞掉了公职。由于曾担任高官，所以华尔街的商人们都认为杜尔有可靠的消息来源。1791年底，杜尔开始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当市场传说合众国银行打算收购纽约银行作为其在纽约的分行时，杜尔开始买进纽约银行的股票。杜尔为了股票上涨，他四处向银行和私人借款，其中包含沃尔特·利文斯顿。后来他开始买进银行股远期合约，这样他在到期时就会大发横财。但是将银行股远期合约卖给杜尔的人中有好几个是利文斯顿家族的成员，他们当然希望看着股价下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开始从银行存款中提取黄金和白银，以减少当地的货币供应，并迫使银行收回贷款。这对杜尔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到了1792年，由于空头的力量过于强大，股价开始下跌。威廉·杜尔和其他操作股价的人锒铛入狱，整个美国金融市场一片哀鸿遍野。这就是美国早期金融史上著名的1792年金融泡沫事件。事实上，在搞垮威廉·杜尔的过程当中，那些空头实际上也吃了大亏。此外，由于早期的金融市场比较混乱，为了争夺客户，经纪商之间往往进行恶性竞争。从1792年3月起，华尔街主要的经纪商和经纪公司开始协商，最后由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签订了协议，规定最低的佣金标准，参与协定者不能以低于这个标准的佣金来吸引客户。这个协定就是著名的梧桐树协定，据说是因为签订协定的地点是在华尔街68号的一棵梧桐树下。这个协定的签署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更意味着作为一股统一的金融势力的华尔街的崛起。由于拥有大银行，费城依然是当时美国的金融中心。1817年，纽约派出一个叫威廉·拉姆的经纪人去考察费城证券交易所是如何运作的。他回来后起草了一个跟费城证券交易所章程几乎一样的章程。分属7家公司的28名经纪人成为经纪人委员会的首任会员，很快被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纽约终于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证券交易所。当时美国道路很少，而且已有道路的路况也很糟糕。如何将西部农产品运输到东部海岸，是美国最为紧要的问题。时任纽约市长克林顿敏锐地看到纽约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包含的巨大机遇。
他认为修建一条运河，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内陆长途货物运输是切实可行的，这也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伊利运河从伊利湖到哈德逊河，全长584公里，全部由人工挖掘而成。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2200万美元，而州立法机构为修建这条运河授权的借款就高达700万美元。伊利运河建成后，运输西部农产品的成本相当于原来的1/20，所需的时间约为原来的1/3。另外，运河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影响就是纽约市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1800年，美国的外来商品大约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到1860年，这个比例已经跃升到62%。伊利运河的修建在当时的美国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迅速增加了华尔街等主要资本市场的交易量。由于对美国运河概念的狂热，运河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其中新泽西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后来就成为华尔街很多投机活动的对象。然而，众多运河概念股票在实际中获得的回报远没有信心十足的招股说明书上所宣称的那么高，有些是因为经营不善，有些完全就是欺诈。在这轮牛市行情中，名叫雅各布·利特尔的独立经纪人凭借超出旁人的市场判断力，运用自有资金低买高卖。使他名声大噪的是，他准确判断了莫里斯运河股票的上涨行情。18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佬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利特尔看到了机会，组织了一个投机者团伙，暗中买进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利特尔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的所有流通股。在1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利特尔大发了一笔横财。真正成就利特尔辉煌的是华尔街的第一次大牛市。这次牛市的到来源于安德鲁·杰克逊政府的金融政策。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他以律师立业购买了大量地产，但是由于一笔融资复杂的土地交易出现纰漏，杰克逊不得不为他人偿还债务，由此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身恐惧。1829年，杰克逊就任总统，他的金融政策很简单明确，尽快还清国债，并关闭当时为美国中央银行的合众国第二银行。此时，美国已经有了大量的财政盈余，这导致在各资本市场交易的联邦政府债券数量稳步减少。到1834年，杰克逊基本上已经清偿了所有的国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杰克逊还从合众国第二银行撤出了政府存款，转而存放在州立银行。当时美国繁荣经济中的亮点是西部土地开发，那些增加了政府存款基础的银行可以发行更多的银行券，接受房地产作为抵押，发放了更多贷款。而房地产是当时所有投资中最缺乏流动性的一种。土地的拥有证只是到银行去贷款的信用凭证，银行券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是充当将宝贵的土地转移到投机者手里的工具。杰克逊非常清楚地知道市场上的动作，他提议土地购买只接受金币或银币支付。由于对金银币的需求激增，银行券的持有者开始要求用银行券换取金银铸币，银行为了筹集急需的钱，不得不尽快收回贷款。那些黄金储备较少，却发行了大量银行券的银行，因实力不济，纷纷宣告破产。那些需要银行贷款做生意的商人，也因此寸步难行，股市开始下跌，华尔街直接转牛为熊。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大熊市所替代。到1837年秋，全美90%的工厂破产停业，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萧条期，也是迄今为止美国经历的最长的萧条期。1837年大崩溃后，华尔街被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此时的美国经济急需刺激，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的理查德·特莱威迪和美国的奥利弗·埃文斯分别独立发明了高压蒸汽机，这使得铁路运输成为可能。后来，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第一次将铁路运营的各项要素整合在一起。1829年，斯蒂芬森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两座城市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虽然建设铁路的费用相比于运河开发要便宜得多，但仍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人们首先需要开拓新的融资方式来获得修建铁路的资金。这时，许多开始只在铁路沿线销售的债券出现在了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越来越多的经纪人开始承销这些铁路证券。这一萧条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同铁路一样，它对华尔街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纽约市场已经是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但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资本市场仍保持着独立性。因为当时价格传递时间太长，其他地方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受纽约价格的主导。电报出现后则完全不同了，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纽约的价格传送到费城和其他任何地方。那些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就此宣告结束，现在纽约成了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直到1848年加利福尼亚兴起淘金热后，美国才走出了始于1837年的大萧条。19世纪中期，黄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英格兰银行在1821年采用了金本位制，英国主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英格兰银行很快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英镑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基准货币。大部分国家只得实行盯住黄金的汇率制度。1847年，美国的黄金产量只有 4.3 万盎司，且大部分是开采其他金属时的副产品。1848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黄金的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并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经济。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不愿染指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开始一窝蜂地购买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华尔街得到了反应，即使是一些投资价值令人高度怀疑的矿业股票，也在场外市场的交易中变得异常活跃。到1857年，繁荣的经济呈现出了衰退迹象。当时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趋于平缓，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欧洲谷物的欠收也已经结束。雪上加霜的是，在夏季和早秋，西部的农场主为了支付收割的费用和偿还贷款，往往会从纽约的银行中提回他们的资金。市场上有大量急于抛出的股票，但找不到一个买家。华尔街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人开始破产。伦敦和巴黎市场很快知道了纽约市场的困境，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开始保护本国货币，欧洲市场上的利率立刻飙升。欧洲投资者随即撤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购买更加安全的本国证券。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半数纽约经纪商以破产告终。由于从1857年美国出现了经济萧条，此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连续4年出现赤字。1861年夏季，南北战争爆发后，每天的财政支出高达100万美元，到1860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了150万美元。此时，北方地区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整个国家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华尔街一片恐慌。南北双方都面临着无法预知的财政需求。在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 4.5 亿美元所谓的绿钞，占了战争费用融资的 13%。绿钞的发行给华尔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当时虽然法律规定绿钞和金币可以同等使用，但消费者在实际支付中总是优先选择绿钞而不使用金币。金币很自然地从流通中消失。为了满足对黄金交易日益增长的需求，华尔街场外经纪商成立了吉尔平新闻办公室作为交易黄金的场所。1864年6月，国会颁布的法令规定，在经纪商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黄金都属于违法。这条法令带来了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加大了黄金和绿钞之间的差价。这个结局并不是国会想要的，所以2个星期之后，这条法令就被废止了，而投机依然和以前一样疯狂。于是，在当年10月，纽约黄金交易所成立了。1861年的美国国债总额是6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 27.55 亿美元。原来的借款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联邦政府的需要了。幸运的是，年轻银行家杰·库克作为财政部的代理人，发行了被称为5到20年公债。
库克改变了以往把债券私底下配售给银行和经纪商，再由这些银行和经纪商将债券作为储备持有的传统模式。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但是在库克的销售方式下，约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快结束时，库克卖债券的速度已经比政府战争部门花钱的速度还快。随着大量债券和债券持有者涌入金融市场，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2大资本市场。当时，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依然只在上午10点30分和下午1点举行2次例行的竞价拍卖，这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交易需求。于是，其他的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一个叫梅洞交易所开创了连续竞价的拍卖方式，这使得交易量大幅增加。1865年，经纪人和投资者的数量不断膨胀，华尔街的年交易量已达到空前的60亿美元。在南北战争前，华尔街还只是一个小地方，每个人都相互认识，遵循同一规则，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市场监管。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在这轮牛市中，一些新人被吸引到了华尔街，这其中就包括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2007年，福布斯网站公布了美国史上15大富豪，范德比尔特位列第3。这个此前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人，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中，一举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是丹尼尔·德鲁，他也是华尔街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范德比尔特从来不属于华尔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铁路帝国。当时，伊利铁路被掌握在丹尼尔·德鲁和另外2个年轻人的手中。在这3个人中，德鲁做事毫无顾忌，诡计多端；郭尔德在金融方面是个天才，菲斯克长袖善舞。他们3个的联手让范德比尔特寝食难安。范德比尔特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达成了主导纽约州铁路商业模式的目标。针对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中市场表现出的失控局面，华尔街的经纪商开始希望变革。当时的商业和金融周刊建议实施的法律条款，后来构成了现在美国证券法的基础。1873年，曾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库克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美国当时最为显赫的库克银行破产，直接引发了一场波及欧洲市场的美国股市大崩溃，从而彻底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后的一轮经济繁荣。这场大崩溃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在艰难地熬过了6年衰退后，才逐渐有所好转。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成为了华尔街的化身，他就是 J.P. 摩根。以摩根为代表的新生代投资银行家，把华尔街迅速打造成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体中的主导力量。有着新英格兰贵族血统的摩根是华尔街传奇的标志。他高大稳重，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好莱坞1987年出品的最经典商战片《华尔街》中，道格拉斯饰演的戈登·盖科就梳着摩根式的大背头。这个发型后来被视为华尔街标志性形象。摩根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投资家，父亲是著名的银行家。摩根自幼年起就接触到了最高水平的金融业务。1879年，摩根在市场上一举成名，这主要得益于摩根帮助范德比尔特的儿子分散了资产。范德比尔特在1877年去世后，他高达 1.05 亿美元的巨额财产留给了他的儿子小范德比尔特。小范德比尔特因此拥有了纽约中央铁路超过 87% 的股份，但他希望分散自己的资产，摩根接下了这项任务，并成功的以每股120美元的高价在伦敦市场上售出，而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摩根不仅成功的帮助小范德比尔特卖出了股票，还获得了这些英国股东的代理权，由此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铁路业举足轻重的人物。摩根决心利用自己的新身份，彻底整顿混乱不堪的美国铁路业。通过并购重组，效益低下的小公司以合理的价格被收购。美国的铁路行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性有序经营时代。
当时，美国政坛形成针锋相对的白银派与黄金派。在黄金派的推动下，美国1873年放弃金银副本位制，采用欧洲广泛实行的金本位，这使得白银丧失了货币功能，全国货币供应骤减，令本就不景气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当时的克利夫兰总统不得不向摩根求助。摩根力挽狂澜，提出到欧洲去筹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并以此阻止美国国库的黄金外流。19世纪末，随着美国钢铁工业的崛起，华尔街发挥了巨大的融资作用，步入第一个发展期。到了1900年，工业股票以逐步代替铁路股票，迅速成长为华尔街市场的主力。华尔街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外国债券的承销。虽然伦敦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直主宰着资本主义世界，但此时的华尔街已经开始与之分庭抗礼。在这个阶段，摩根财团组建了通用电气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上市公司。1901年，摩根又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实现了对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并购，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例金额超10亿美元的并购案。并购后的美国钢铁公司资本金雄厚，继而吞并了700多家公司，成功控制美国钢铁产量的65%，一举奠定了美国钢铁产业在全球的绝对垄断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以摩根为代表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大量融资和财务顾问服务。这一时期，金融巨头们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他们是最大的商业银行，吸收了大部分的居民存款。同时，他们又是最大的投资银行家。由于没有任何法律监管的要求，商业银行的存款资金常常会以内部资金的方式流入投资银行部门的承销业务。巨额的资金很容易催生股市泡沫，然后引发更大的资金流入。然而，一旦股市动荡或者有债务违约，储户的资金安全就会受到威胁。1907年中旬，股市开始暴跌，人们开始竞相取出自己的存款。一家信托公司总裁开枪自杀后，倒闭和恐慌潮开始席卷华尔街。当时，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兰塞姆·托马斯来找摩根说，如果不立即筹集2500万美元，至少会有50家经纪商行会倒闭。下午2点钟，摩根把银行总裁们召集到一起，2点16分时，这笔资金有了保障。随后，摩根速派一队人马到距离摩根的办公室仅20步之遥的证券交易所宣布，活期借款已经到位。听到这个消息，交易所内传出一阵响亮的欢呼声。1907年的恐慌在刚开始时就被果断遏制，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华尔街的实力派。这一残酷事实，使得那些中央银行最坚定的反对者也认识到，没有中央银行，经济的正常运行将难以为继。人们意识到，摩根成为了拯救华尔街、拯救美国的圣人。摩根成为了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的华尔街上第2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强势人物。也正是这次危机，使得美国政府意识到应当成立一家中央银行。因此，在1913年摩根去世后的9个月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美联储与其他国家央行的最大不同，就是摒弃单一央行理念，另起炉灶建立了一套兼具公司特点的央行系统。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是联邦政府机构，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地区联储银行及成员商业银行则更多体现了私立特点。独特的架构设计使得美联储在符合美国宪法禁止政府发行法定货币规定的前提下，成功绑定了政府、央行和地方银行之间的利益，进而避免重蹈合众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这些短命前辈的覆辙。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市场的反应异常迅速，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都直线下跌。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被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华尔街随后开启了长达4个月的闭市。到1914年底，出于避险需求，美国证券对于欧洲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来说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华尔街逐步恢复了运转。战争创造了对粮食、军需品、钢铁、车辆、通信工具、铁路设施和船只的巨大需求，这也随即带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华尔街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4年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个新兴强国的资金巨流，
无疑是通过华尔街流动的，华尔街也因此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中心。1920年9月16日，在华尔街和布罗德街的拐角处，也就是金融区最繁忙的街角，摩根银行的办公楼对面，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爆炸了。爆炸造成38人死亡，143人重伤，肇事者至今未被确认。炸弹的爆炸导致了对移民的更严格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咆哮的20年代给美国和西欧带来了可观的财富。繁荣时期产生的大部分利润都被投资于股票市场等投机活动，这加剧了贫富不均。另外，在这个时期，信用的广泛应用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的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许多普通人开始利用信用消费购买一些大件商品，而在此之前，信用是富人的专利。后来，他们发现也可以运用信用支付手段来购买债券和股票，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余额由经纪人垫付。这种投资方式成为最快捷的致富捷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尔街的很多上市公司是高度杠杆化的。只要公司的利润不断增加，超过当前债务的利息，每股收益就以飞快的速度增加。但是如果经济开始下滑，这样高度杠杆化的公司就会很快破产。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曾在竞选中许诺，通过提高农产品关税来救助美国农业。所以他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于1929年召开了一次特别国会。这次会议很快演变成各个利益集团竞相为本集团争取更多利益的疯狂战场。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在国会游说，要求给予他们保护，以免受到所谓的不平等国际竞争的冲击。在股市大崩盘之后，胡佛总统不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大幅提高。作为报复措施，其他国家也立刻提高了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当时美联储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政治性任命，他们中很多人连商业银行一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更不用说复杂的中央银行了。1932年，当美国经济正以自由落体的速度直线下跌的时候，胡佛竟然推动议会通过了提高税率的方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给当时的经济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陷入经济大萧条中的美国，再一次被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所挽救。在1940至1944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成为其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期。随着战后美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潮，60年代的华尔街迎来自己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急速累积催生了大量共同基金。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养老基金也开始大量的进入市场。1987年，华尔街再一次上演了历史上最大的崩盘事件。1987年10月18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詹姆斯·贝克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说，美国不会坐视那些贸易盈余国家挤压全球经济增长的希望。这话被市场解读为德国和日本加息，而美国不跟进，那么美元必然加速暴跌。第二天，纽约股票市场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崩盘事件。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创下自1941年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这次股市暴跌横扫整个世界，这一天被金融界称之为黑色星期一。这一次灾难的根源来自于人们长期对于美元信心的丧失。1987年这场股灾后，美国经济停滞了数年。到20世纪90年代，借助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华尔街才迎来了黄金10年。当投资银行开始主宰华尔街金融业时，一旁的商业银行却饱受着金融脱媒的煎熬。直接融资市场的发达造成了大量银行客户的流失，商业贷款客户涌入债券和股票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垃圾债券和其他担保性融资产品又进一步将信用等级稍逊的企业客户瓜分。作为绕开金融管制的组织机构创新，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商业银行的首选。大银行纷纷通过兼并收购转型成控股公司，由下设的证券机构主理投行业务。1999年，在克林顿政府的主导下，现代金融服务法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分业经营终于落下帷幕。银行从此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从事任何类型的金融业务。新的全能银行顶着金融控股公司的名字再现江湖，投资银行独占证券市场的时光结束了。
21世纪初的华尔街遭遇了异常寒冷的冬天。首先是硅谷加华尔街联合出品的高科技狂潮在世纪相交的时候退去，纳斯达克的狂泻将全国的股市拖入深渊，经济疲软还没有看到尽头。2001年恐怖袭击又重创美国。自1914年以来，纽约证交所第一次关闭长达4天之久，重开的市场一蹶不振。之后，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先后爆出财务丑闻，最终宣布破产。投资者发现，这些被投资银行家们誉为最安全可靠的公司财务报表基本上是谎言，市场对华尔街的信心降到了冰点。为了尽快走出经济衰退，小布什政府决定进行强势的经济干预。到2004年，名义利率已经从2001年的 3.5% 降至 1%， 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历史罕见的负利率时代激发了投资的欲望。而同期的美国梦首付法案则为中低收入家庭放开了住房贷款的大门。贷款人对市场扩大的渴望和投资者试图追求更高收益的需求创造了双重的压力。一些低收入的或者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购房者得到了贷款，这就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由来。在2004到2005年的华尔街盛宴中，收益率主宰了一切，次级贷款的高违约风险暂时的被选择性遗忘了。2004年上半年开始，世界原油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利率，抵押贷款的成本不断攀升。然而，市场仍然沉浸在大萧条以来美国房产从不下跌的美梦中。2006年的夏天，房产价格突然回落，次贷的房主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债务违约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大量基于次贷的衍生产品忽然丧失了流动性，400多家经营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倒闭。市场高涨的时候，杠杆率是天使；市场崩溃的时候，杠杆率却成为魔鬼。过高的杠杆率和庞大的次贷业务拖垮了有着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更为沮丧的是，公众开始质疑政府对华尔街的救助，雷曼无法从联储那里取得更大的帮助。独立投行最后的血脉只剩下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大环境的恶化不可避免地伤害到了以稳健著称的高盛。2008年的高盛出现了第一次亏损。2008年9月15日至9月21日，一周之内，全球股市市值蒸发7万亿美元。在风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11年9月17日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华尔街自2011年9月17日以来被抗议者占领，这股风暴很快传染给了其他西方国家。这次事件与奥巴马2012年的连任有关。美国这次华尔街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2008年以来，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措施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美国民众已经开始意识到，国际银行家们对于金融的垄断和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从普通民众手中猎取超额利润的事实。而美国政府却对此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200年来，在华尔街差不多每20年就会有一次危机发生。